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2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Circle 如期走出 ABC 浪调整，当前的价格要密切关注，因为30分钟市浪低点可能快要到来。Meta 出现了回调启动点，能否再次上涨呢？美股收出长上影 K 线，这是将要调整的信号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05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来到有关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会讲一下有关长上影 K 线后我们如何去应对，以及纳指的浪形在大的结构上，它目前怎么去看待。今天日内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点位，它也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红绿灯指标的一个表现。在了解完第一部分的指数环境之后，我们来到个股的实际分析环节。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会讲到以下个股，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PLTR、Coin、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个股标的的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您会看到目录当中的个股相对涉及会比较多支，所以阿哲一般视频的时长会偏长，那么这一点不好去把控。如果您不是很喜欢观看长视频，或者说时间比较有限，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这个播放按钮旁边的小三角，点开之后，您会看到视频当中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都是阿哲所整理好的，而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快速观看到您最想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一部分，有关长上影 K 线。所谓的长上影 K 线就是盘中出现了上涨，但最后却是冲高回落。昨天的纳斯达克指数它的分时图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很标准的这种形态，在开盘初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拉动作，涨势很是强劲，但是在一个早盘就出现了高点，然后全天下落。那么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标准的长上影 K 线，上影线最长，而后它的下影线很短，实体也相对短。那么这种上影线长，实体相对较短，而影线下影线最短的形态，就是一个标准的长上影 K 线。这种 K 线表示的是在盘中有冲高回落的行为，它对于多头来讲是不太好的，因为上涨属于多方占优，而下跌属于空方占优。而在昨天的市场当中，整体的一个涨和跌空间是差不多的，但是下跌时间呢是空方为主导，所以昨天开始空方有所变强。那么这一根长上影 K 线就能代表目前的上涨有所走弱吗？还为时尚早。我们看到这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有3个白色的方框，这3个方框中的 K 线都是相对标准的长上影 K 线。但你会发现，有些长上影线后是上涨的，而有一些却并不是，而反而会产生下跌。所以你会发现的是，它具有两面性。那么大家要注意的是，在一波长时间处于上升的行情趋势当中，偶尔出现的长上影 K 线，其实它无法去影响到趋势，它最多就短线日内有所走弱。但有一些长上影 K 线，它可能代表了资金的流出的一种表现，所以市场后续走的容易是出货行情。你要去分辨的就是这种长上影 K 线，它究竟是一种洗盘还是一种出货。我们很简单的方案，就是在上升趋势未被破坏的情况下，它所出现的很多长上影线，它会被很快的被吃掉它的高点。如果这个上影线真的是资金在离开，正在出货，那么这种长上影线的高点一般很难被短期再次的被收复。所以当上涨时遇到长上影，这一个上影线的高点只要没有被短期快速的吃掉，那么它就容易是一个资金的离场出货。我们去小心后续高点的形成，而反之，能够在上升当中快速被吃掉的长上影线，它就只是一个洗盘现象，只是空方的略微反扑而已，它无足轻重，它不伤大雅。所以整体来讲，这个位置所出现的一个长上影线，它没有什么问题，而这一个长上影线开始要有所小心，因为这个上影线出现之后，它的高点并没能被快速的收复，反而在后续的第2根 K 线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包括这一根 K 线的长上影线也是如此的，出现之后呢，高点没能够被快速的收掉，而后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这种就容易是市场资金离开的一种表现，跟前期这种就有所不同。
所以目前为止出现的长上影线怎么去对待，大家明白了吗？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它短期会不会高点被收复，而后它会不会在后续出现明显的下跌？如果长上影线后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而是快速的收复了它的高点，那么则说明21077.37这个高点它不是一个资金的离开，而是一个洗盘，后续依旧看涨。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图板是纳指的浪形分析，在最近我们一直讲到纳指处于一个相对五浪的上行，而它的重要的空间压力是已经来到了20916.6。这个空间是从何而来？怎么计算？很简单，我们是把前期的低点到这个反弹的高点，这个一浪的区间去取了它一些数值，它的0.382%、0.5%和0.618%以及1倍、1.618倍，那么可以得出一些空间价位。目前的价格已经突破了0.382的股价，当时在这里只是出现了略微的震荡，而后继续上扬。那目前来到了0.5倍的空间，你就要明白这个地方它容易再次发生调整。而在上周周五的时候出现一个高开低走的阴线，而后在本周周一出现长上影 K 线，都在压力位附近所产生，所以这里表示这个压力是有效的。而在压力位附近，你要关注一下刚才我们所讲到的长上影 K 线，它究竟是一个资金离场呢，还只是一个洗盘？如果是洗盘，那么说明它的一个位置往上要继续看，看到哪里？看到21289.8。反之，如果资金是在离开，那么它接下来的动作应该会有明显的阴线去跌破20916.6，宣告我们周一的向上突破是无效的。而这里再结合长上影线的出现，那么要小心，它要往下去回踩某些支撑位了。而当下最主要的一个操作守则，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7月21号的盘前解析。这是阿哲呢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更新和发布的，只要您是订阅观众，都可以跟助教老师去进行领取。我们看到图表当中所讲到的盘前解析，阿哲是不是讲到一浪的50%的空间已经到来？而当下呢，虽然出现了假阴线，有压力的确认可能，但最好结合一下红灯。什么叫红灯？我们在下一环节讲日内撑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下呢也还没有右侧下跌 K 线，所以短线来讲还是可以看涨的。所以哪怕昨天是一个长上影线，在它没有明确表示这是个出货长上影之前呢，我们还是可以去看涨的。而更加右侧的话呢，我们得去看一下市场的红灯的产生。那么这里在波段上要去关注一个点，刚才所讲的很多都是短线的，包括长上影线很多都是短线的。那么从波段的角度，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个支撑位。在高点刷新之后，阿哲的这个支撑位呢也略微的上抬，是20493.406。这个价位在后续回调时，如果真发生回调，它将会是一个支撑点，它是一个强支撑。这个支撑呢，只要不去跌破它的一个中短线，就还是一个极强的上涨趋势，它就还是后续依旧能够看涨，还是容易延续上升。除非在后续某一次回落当中，把这种强势的撑压位给跌穿，并且有效的跌破，那么才会影响到这波五浪的上行。在此之前，我们无法去完全的肯定的判定，目前这里是一个五浪高点。希望以上的长上影线和波浪的一个观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阿哲希望照常为阿哲视频您能够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上一个赞。而假如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您能够为阿哲视频留下一句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建议。那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您在有所收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击视频底下这个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那么您就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观众。那么阿哲呢也会提供3重福利给到各位。那么这3重福利是什么呢？阿哲后续会在视频当中去讲解。但是领取福利的一个链接在阿哲的首页，您会找到全网阿哲唯一的助教，跟他您可以去领取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在此再次的感谢大家的订阅、评论以及点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本节的第3小节，日内撑压。所谓的日内撑压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给到大家的当天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不只是指数，阿哲在后续的每只个股讲解当中也会给到今天盘中每一只个股关键的日内撑压点位。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图板，它的左侧，那么就是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所分享给我们订阅粉丝观众的盘前解析的1重福利了。那么在这一条订阅粉丝福利的信息当中呢，阿哲会讲到3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刚才所讲到的指数分析环节，
而第二部分是关于个股短线和波段上我们的一些挑选和一些解析跟踪。当然，这些个股阿哲大部分都会在今天的视频当中所去提及。我们再看到下一部分，第三部分就是讲到个股的一个撑压点位了。阿哲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等3只标的，它们的一个关键支撑和压力位。这个撑压位怎么去用的？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一下市场当天的收盘价和他们的撑压点位的对比。如果收盘价最后收在高点之上，说明多方强；收在低点之下，说明空方强。以此去界定短线的多空环境。我们再看到右侧的这个图板是纳指的日线图，在这个图板当中呢，有很多的 K 线底下是有一些红色和绿色的一些标记的。那么这个红绿灯所产生的原理就跟刚才阿哲所讲到的一个撑压是类似的。当市场的收盘价突破了阿哲盘前所给到的预测压力，那么它就是多方强，就是绿灯；反之，跌破了这个支撑，就是空方强，就是红灯。那么这一个使用的技巧也很简单，只要市场处于绿灯，并且是延续绿灯无灯状态，那么它就属于多方占优。只有出现红灯的时候，才要开始考虑去减仓去进行止盈。而如果再次转为绿灯，则再次进入看涨周期；转为红灯，则小心要反手去做止盈，至少不能去买进。而当再次转为绿灯的时候，就说明重新回到短线的多方的一个周期，而市场这一波运行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产生过红灯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走势当中，就依旧处于右侧看多的一个走势。这是红绿灯在跟踪短线多空时，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提醒。它也是观察市场和个股交易时的另外一种视角。阿哲呢，每期视频当中都会去进行更新和跟踪。那么当前我们去注意的一点就是，目前它会不会出现一个红灯？那么红灯会何时产生？那么我们需要关注这2个价位，一个呢是今天的预测高点21085.73，而后还有预测的日内的低点是20965.81。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预测低点，将会是本次相对上涨以来的一个红灯。这一波红灯的出现，就预示着从前期这个绿灯开始走到这里，开始要反手，开始要止盈，开始要小心。那么这将是一个关键的风险信号，而目前还没有产生。而如果出现收盘价在这2者中间收盘，亦或者是在这个高点之上收盘，那么就说明还是绿灯，还是无灯，还是一个短线的右侧看多行情，而红灯还没出现，那么风险就没有真正的显现。这是红绿灯我们的一个角度。这里需要做一个提醒，我们每天的这个点位都略有改变，所以如果您想要每天都收到这一个点位跟踪的话，阿哲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点击一个订阅按钮。那么在成为粉丝订阅同学之后，怎么去领取到每天的盘前解析呢？很简单，您只要看一下我们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的评论，在第1条是阿哲所发布的，您点击评论当中的那一条链接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的链接，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了。而后您只要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啊，一般呢可以发一个盘前这2个文字给到助教老师，他就会知道您需要的是什么。而后阿哲也要讲一下关于我们粉丝专享的3重福利，刚才所讲到的只是第1个，我们的盘前解析和点位的每天的测算，而还有第2重福利是进阶知识内部直播。福利1和福利2都是在阿哲专属的 Telegram 的频道当中会进行去分享的。您在那一个专属的 Telegram 的订阅频道中，您可以每天看到盘前解析、点位预测，以及阿哲也会分享一些更加进阶的知识点直播，是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去特别去设立的，每周都是不同的课题去帮助大家去学习。而福利3呢，则是阿哲专门去准备的试讲的短视频，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你花1个小时就可以把试讲全都认真的学完。这试讲视频为的就是大家能够在初学阶段快速掌握一些交易的买点，哪些位置更适合我们去作为散户甚至是小白同学去交易时去参考的买入条件呢？这些会在这试讲视频当中去做一个讲解。所以福利1、福利2、福利3都可以在找到助教之后，您可以作为订阅粉丝同学的身份去进行领取。希望您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在技术分析的学习上能够更进一步。接下来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近期内部直播的课表。在本月呢，我们是举行了3周的一个内部课程。
第一周和第二周目前已经结束，而当下你所参与的，或者说您如果订阅阿哲之后，您本周所可以看到的参与的课程是7月22号开始到7月25号结束，本周周二到周五香港时间上午10点。像今天第一节课程已经结束，如果您找到助教，也可以去领取回放。像明天、后天以及我们周五，还有不同的关于龙头个股的操作指南的一个解析内容。希望这些对您也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想要抓到市场的龙头，想要在日内、短线、波段，甚至呢是在价值方面都有所体现、有所学习，那么记得找到助教报名参与我们本周的内部课程。这些课程内容是不对外公开，您如果非订阅粉丝观众，您不找到助教是无法参与的，公开频道中是没有这些内容的。那么了解完订阅粉丝的福利之后，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阿哲开始讲到个股的解析。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上期视频我们有说过，特斯拉面临一个重要的压力位，那个压力呢就是170天均线。而在170均线附近呢，也确实出现了压力的反应，出现了冲高回落、高开低走的阴线。那么目前如何去进行分析？它会否去进行回踩某些关键的支撑呢？我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财神软件当中为大家去分析。当下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170附近所出现的一个冲高回落，但是它的一个好的地方在于下方的一个彩虹带是不是出现了收敛？我们知道彩虹带是黄色为空方飘带，而当这个飘带无限收敛时，则说明趋势即将出现反向。那么当这个飘带无限接近将要转为紫色时，说明多头方向将要产生。所以这个位置究竟是继续出现上涨，还是说它会出现回落，其实都已经难改趋势要发生改变的这种事实。因为在回落过程当中，下方的飘带也将会以紫色带来去进行连接，除非短期出现快速的暴跌，否则正常回调，这里将会转为紫色带，而后多头的支撑去进行一个承受。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大概率已经产生了我们说的趋势的转向，只是170这边的突破目前还并未有效，而它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压力和支撑这中间徘徊。我们更希望能够看到170能够重新站好2天。那么当前的走势从波段上，阿哲依旧是看涨的。只要您是老同学，应该知道我们前面说过289附近，在这里作为2浪的低点、3浪启动点来去看待。而目前这一波上涨以来，短线上呢，我们通过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是不是有2次的看涨点？而当前还没有出现一个红灯 K 线。那么短线上来讲，我们依旧要关注红灯如果产生，短线是不是可以达到止盈，或者说相对的部分止盈。而波段来讲，只要不跌破这个黄色带整体支撑，就还是有效。那么这里阿哲也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预测值，低一点的预测特斯拉要看到322.125，高点的压力看到333.245。如果收盘价跌破322.125，那么这里将会发生我们所说的调整，而这个调整的目标，第一个就是中期的这个黄色飘带的支撑。只要这里不跌破，整体波段没有问题，只是跌破322.125呢，我们在短线上要略微开始防守而已。以上就是特斯拉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在英伟达的图表中，我们讲过有3个撑压点：160.65、171.09、178.54。目前的股价是已经突破了171.09。那么突破这个价格，我们说只要它撑得住，那么往上则看到178.54，就跟前期的160.65突破回踩再次启动一样。那么这里的突破回踩只要不跌破，我们认为它也能够继续往上去看到下一个空间的目标。那么这个支撑是否有效，我们就要去关注，不要出现收盘跌破，或者说明显的阴线跌破。而我们再从资金和动能上看一下短线的角度。在英伟达的图表中，你会看到整体的飘带还是紫色带，那么紫色带代表是多头，它已经产生了很久的一个多头了，从前期的黄色带变成紫色带，是吧？特斯拉目前就即将转变，那如果能够跟英伟达当时4月份一样出现转变的话，那是不是这个趋势我们可以说就转为多头？那么当前英伟达是很长时间中短期、长期都处于多头，而目前的短线还没有出现红灯，是不是还是绿灯之后的上涨？我们要关注短线是否会产生一个红灯。这里阿哲给一下我们这个短线的预测的一个值
低点的支撑170，高点的压力是172.38。如果英伟达今天跌破170，那么就会出现红灯。那么红灯产生，则预示前方的绿灯到红灯，其实本次的交易它的获利其实不是很多，甚至呢可能会打止损。那么当绿灯到红灯的过程当中，如果它的收益是不高，甚至是亏的，就说明整体的多空之间，它的博弈是空方开始有所占优了。而这一波调整从波段上来讲，哪怕真的调，它的一个问题也不大。一个呢是空间上有支撑，另外一个是趋势上呢也有对应的多头支撑，是165.058附近，这里是飘带的上沿支撑。而因为目前英伟达是远离飘带，所以有所乖离要去进行一个回踩，那么也是很正常的。我们更加要关注的是，在回踩飘带时能不能够支撑再次产生买点，亦或者是它会不会不回踩飘带而再次出现绿灯，再次上涨直冲我们178，这是我们要去密切在短线上去关注的。以上是英伟达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AMD。在 AMD 的分析当中，我们最近是不是讲过了 161.96 是一个小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受阻回落之后呢，它是针对于前方这个缺口向上突破的一个回踩。回踩的力度当前是不强的，它3根阴线连左边1根阳线都没跌破，而这个支撑呢碰都没碰到，所以目前来讲 AMD 呢还是往上去看到166到168的空间，只是这里等一个启动点，短线可以去再看高一线，所以这是目前在 AMD 上我们所说的空间。这里如果往下再调一调，能够再止跌，它的空间会更大。如果是这里去启动，那么短线上呢可能很快就到了。我们也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的指标是如何表现的。当前的 AMD 它在前期的上涨时，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产生而后消失，说明波段的高点成立，波段的风险开始释放。那么跌破黄 K 而后红灯，这里是一个调整的周期当中，所以在这种回调当中呢，不要随便的去抄底，不要随便去买进，我们要更加明确一点，要么就回踩飘带止跌，目前离得还有点距离，要么就在这里再次出现短线强势的反包或者说绿灯也行。那比如说今天就反包，或者今天是一个强势的绿灯 K 线，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它要往上方166的空间去冲了呀？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会不会出现短调之后的再次启动买点。先看一下绿灯 K 线的产生条件，低点支撑是156.96。高点的压力是160.38，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呢是对于特斯拉、英伟达、AMD 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阿哲会讲到比较多的一个个股标的了，在这一部分当中，所以这里面的标的阿哲会讲的比较快一些，更多的给到一些短线的点位和一些简单的分析，希望对您也能够产生一些帮助。而第一支标的 Circle 我们相对讲多一点，详细一些，这也是最近呢我们多次提及的一支标的。现在所看到是 Circle 的一个30分钟图表，在这个图表当中，阿哲最近的分析是不是浪形上，我们认为这是一个1浪的上涨，2浪的回调，而后走出3浪的启动。3浪当中呢，又有一个1浪、2浪、3浪以及4浪和5浪，所以我们在近期的判断，包括在昨天的直播的一个时候，包括在昨天公开直播时，我们讲过这一波调整，它应该是比前期这种调整要时间长一点。是不是容易走出一个 A、B、C 的调整？那么目前来说也确实如此。那么调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注意220.11和208.22这个区间当中所产生的一个支撑现象，它的一个买点现象，而当前来看是还不具备的。但目前价格没有启动现象、止跌现象，但是它的空间是到了一个关键点，所以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我们去找到一些好的买点。如果有出现，阿哲觉得可以去尝试捕捉一下我们所想象当中的4浪低点，甚至呢是5浪的后续启动。那么在昨天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有讲到本周也有可能出现日线的一个负盈买点。那么如果你在30分钟买进，你还是比较担心可能会买错，那么你在日线上也可以去买负盈线的买点，我们稍后也会讲到这一点。那什么叫做负盈线的买点？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负盈线。负盈线呢，就是股价有一个阳线和阴线，而阳线呢没有什么太多要求，阴线它需要有一个冲高回落，而后回落的幅度呢要比阳线实体一半还要深，那么这种叫负盈线。像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冲高回落负一半，它也是负盈线。负盈线产生代表调整的一种信号，空方反攻力度比较强，比长上影 K 线呢要更加具有力度和明确性。那么负盈线的买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后一根 K 线为 X， 它的高点一旦被突破，可以作为看涨的一个信号。那么现在也是如此的，它的复阴线产生，然后 X 在这里，它的高点在这里，如果能够突破，则意味日线重新达成看涨条件，那个时候买进也是可以，但是会比较慢一点。30分钟目前的彩虹带呢，它依旧是一个什么带？是一个黄带。那么黄带说明空方占优，所以昨天的这一波反弹，虽然有这个蓝 K， 有这个突破，有上涨，但是反弹到一个黄带当中出现了黄 K， 黄 K 代表滞涨信号，然后跌破，是不是风险就到了？这里就是风险。那目前又有蓝 K， 蓝 K 如果能够在今天盘中再次突破，是不是说明它又能够有一个反弹？那么这个反弹的力度得要能够击穿这个黄带，而后回踩不破黄带，最好黄带变紫带。那么这里开始30分钟将达成趋势的右侧买点。另外一种买点就是，如果股价再下跌，你可以看一下30分钟的170天均线，170呢临近这个位置，如果往下再跌一跌，170能够支撑，或者说无效的跌破，结合一些白色的 K 线。白 K 呢就对应的黄 K， 黄 K 代表波段有一个风险性，那不能够去跌破。那白 K 就代表波段上呢有一个超跌预示的机会，但是它的高点要被突破才能够达成买点。所以要么是找右侧买点向上转变趋势回踩买进，或者说回踩170无效跌破去买进，亦或者是170附近找到白 K 突破去买进。这两种买点，一种是绝处逢生买点，一种是右侧趋势的回踩买点，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都能够把握到有可能产生的适浪低点的行情。当然前提是它真的有适浪低点。那假如这一波下跌它不止跌呢？它一路下跌，它把170都跌穿了，它也不止跌呢？那么我们就慢慢的去打消我们适浪低点的这种预测了。我们将看一下，有可能要回归到前期这个底部附近再找买入的机会，大家则希望不要出现那种情况，因为一旦出现升幅调整，那么后续呢就容易引发出更深的下跌，这是最好不要的。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Circle日线上的一个红绿灯，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周五出现了负线之后，它是不是产生了一个调整，而负线的底下其实就是一个红灯 K 线，红灯 K 线在这一个环境之内，它就属于空方占用。像前期这里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不是多头的方向？红灯转绿灯是不是多头的方向？在绿灯到红灯这之中，我们去认为为多头占优，在绿灯到红灯之中为多头占优，是不是多头的获利空间在变大？所以目前的趋势呢，整体应该还是多头占优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等待再次出现的绿灯也可行，作为日线的一个看涨点，只是比负线的突破呢要偏左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05.44，而高点的压力是223.99，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PLTR，PLTR 在前期出现了一个连续的黄灯，黄灯说明什么？说明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风险区间，虽然不是说直接作为卖点，但是短线在这里再买进就不太好了。所以黄 K 产生的时候呢，要小心它的消失和破位。从前期低位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而后上涨，那么上涨到目前下方的飘带依旧是紫色的，所以中期短期为多头，只是短线呢面临一个调整。虽然目前没有红灯，但是它的黄色 K 线已经消失，并且开始略微好像要跌破了，只是没有很有效，但已经要开始小心了。如果再接一个红灯，是不是调整更容易升幅去回踩这个飘带？所以当下已经开始有风险准备释放的一个动作，你已经不能再随便买股票，不能够在这里去随便进场，而应该开始止盈，开始获利兑现。我们看一下红灯的一个判定条件，低点的支撑是149.535，高点的压力是153.61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Coin呢，在飘带当中是不是紫色飘带？那么就说明中短期它的一个趋势是一个多头的，并且170呢在之下也是向上的，所以 Coin 的趋势整体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回踩时呢，则可以找买点。那么前期这里是红灯转绿灯，而后走为上涨，当下还是出现了一个没有红灯的状况，所以这里的调整目前还不算强。而它如果往下调，它是不是离飘带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它的下跌可能更多去找机会为主，因为整体趋势都没有问题，我们就正常回落找买点即可。只是目前的买点还没有，
最好再转为绿灯，或者说回踩之后转绿灯，那么都可以。目前看到它的绿灯条件，低点支撑是402.065，高点的压力是425.005，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半导体指数呢，前期在飘带回踩了，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不是一种买点？买点之后呢，走势不是很强劲，而后它因为也是中期、长期、短波都是看涨的。那么目前它在跌破飘带之前呢，这个位置依旧还是以做多的方向为主。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它的整体趋势是震荡上行，不是很强势，所以做多呢肯定不是作为最优选。我们只能说简单去看一下，分析一下。什么时候会出现红灯，则什么时候会有回踩的风险。而回踩时呢，关注一些支撑位。目前这个飘带支撑呢是在243、244这附近啊，比较近。所以呢，这个短期和中期的支撑都比较临近的。它这种情况下，只要不跌破啊，它总是会有一个时期，一旦出现就会往上去脱离飘带，去远离飘带。我们看到预测的低点是246.95。而高点的压力是250.19，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的话呢，你要稍微关注一下，它这里呢是一个变盘 K 线，虽然是一个绿灯。博通在前期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之后，一路沿着这一个我们中短波的多头飘带再往上走，是不是中途没有一根绿灯？是不是中途没有产生任何的一根红灯？所以当前从短期来讲，它的调整很多都不强。整体还是以多头为主，而这里的变盘点看到谁？看到 BBD 呢出现了上穿 K 线，它是为价格上涨时要去关注的，容易产生高点的一种时间节点。那么这个位置呢，我们就认为它要么这里走加速，要么这里呢走出一个高点。所以 AVGO 昨天的高点将是一个压力的出现，而股价在这里应该不容易去快速的保持这种上行，一旦能够强势突破，则说明多头该跌不跌，那么这里容易出现上涨的持续。那么这里如果真的如期是高点变盘，将会往下再次回踩这个飘带的支撑，而后我们再去找到飘带附近的止跌买点即可。那么这个位置的压力如果能够有红灯的配合，那么它的高点变盘的效果会更好。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85.92。高点的压力是292.83，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阿斯麦的一个走势，目前是没有任何抄底的信号。从前方这一根长下影线下穿了 BBD 零轴时，我们是不是说过有可能是低点变盘？但低点变盘不是说你立马去买进，我们需要一些信号，比如说突破它的一个高点，亦或者是出现绿灯。但是它又没有突破低点变盘的高点，又没有出现绿灯，所以整体呢是只有机会，但是没有买入的机会。而蓝 K 出现代表短线的超跌，也是还没有买点。目前跌到了170附近，并且跌破的第一根已经出现，它也是蓝 K。所以你要看一下阿斯麦是否真的有抄底机会呢？你要关注170这里是不是有效跌破，如果不是有效跌破，这里出现反包阳线突破蓝 K 高点，可以认为做一个超跌反弹。而在此之前，我们就先不要乱动乱买。而因为它前面的低点变盘 K 线已经被跌破，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相对小心，有可能还要延续下跌。我们关注一下这里会不会产生绿灯呢？今天的预测值高点压力是726.29，突破才会产生绿灯。低点支撑呢是712.71，关注这2个数值。如果继续跌破，继续红灯，那么这个位置就不要乱抄底了。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苹果。苹果呢回踩了一下飘带，而后产生绿灯。我们上期视频是不是关注这种信号啊？绿灯产生则作为一个看涨点。那么在昨天出现了冲高回落，盘中呢有2个多点的涨幅，短线上呢其实已经还是不错了。但左边的一个长上影线，这个副线还是出现了这种压力。那么压力之下产生回落，说明左侧没有那么容易过。而下方 BBD 呢是上穿，跟博通一样，它是高点变盘，而因为是长上影线，所以高点变盘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这是要特别小心的。那么你接下来要看一下这种长上影线究竟能够被快速的吃掉它的高点，还是说会发生反向的明显的下跌。如果有明显的反向的动作，说明这个位置是一个离场资金的一个信号，就要小心，后面不要随便的买进苹果。那么这个信号呢，也可以通过红灯来去佐证。我们看到预测的低点是212.055，跌破是红灯，长上影加红灯，小心。
高点的压力是216.205，关注这个值，突破绿灯则维持看涨状态。目前短线不太好，但是还未有红灯，所以调整的一个情况会不会出现，我们需要去跟踪。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的一个运行，为什么说它产生了买点？因为前期的下跌出现了我们飘带的破位，而破位的2根 K 线之内它会有支撑，而后出现反向的突破，这说明它的这个趋势改变还并没有完成，它目前还是多头，飘带也还是紫色。那么这种情况叫做绝处逢生买点，属于转势之前的最后一种买点。那么这个买点在周一的时候已经产生了机会，产生了突破，所以这一天是一个买入机会。我们的防守位是这根蓝 K 的低点作为防守，跌破作为止损，否则在这里我们认为趋势将会修复，而不是一个由多转空的一个环节。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计划的一个制定。我们接下来看到它的多头和空头红绿灯的表示，低点支撑709.363，高点压力是720.603，关注这2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呢回踩到飘带出现了一个支撑，而后反弹，而反弹的时候它还产生了一个晕线，是不是小 K 线在大 K 线实体之内波动？那么这种动作呢，说明市场的大跌已经遇到停顿。那么停顿是否能产生方向，就得要突破这一个晕线小 K 线的高点。它刚好底下的 BBD 呢是出现了下穿，下穿 K 线为变盘 K 线，而回调下穿则为低点变盘的可能。加上底下的飘带的支撑，那么这里我们先判定它容易是一个低点变盘，前提是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如果跌破这里不是低点变盘，反而可能是延续下跌的点。所以守住这根 K 线的低点，而后我们往上去看，有一根阳线能够突破，那么才能够认为这里的方向确实往上选择，结合飘带则为启动买点。否则这个位置不要随便的去日线级别买进，最多日内博弈。红绿灯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低点是425.65，高点的压力是437.63，关注这2个数值。接下来我们看到谷歌呢在昨天出现了一个相对的加速，我们在盘前是不是有提到它有远离飘带，有隐隐约约要加速的一个情况？没想到真的出现加速了，而且是一个绿灯。前期的红灯转绿灯之后，一路上来没有出现红灯，那么一路呢就是多头占优，只是中间有很多时候它的波动是相对比较弱的。昨天再次出现绿灯，那么再次呢回归短线强势上涨，它的飘带整体运行是不是走了一个波段的一个上行？那么目前的短波和中长期的均线都是比较靠近的，所以谷歌这里呢，我们认为还是算是趋势比较低的地方，它最好就不要产生红灯，因为目前是一个绿灯，而后是一个黄 K， 黄 K 是波段的一个风险提醒。如果黄 K 消失后，黄 K 低点被跌破，那么这里呢将预示着调整可能出现。在此之前，我们认为虽然是黄 K， 但依旧维持看涨的一个观点，只是这里呢不要随便去追涨。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89.1，高点压力193.31，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亚马逊呢也是在飘带上出现了略微的加速远离飘带。像前面这里是一个红灯，而后转为绿灯，再次连续的绿灯。目前底下大家注意，它即将要上穿。那么上穿的 K 线，如果今天略微上涨，其实就上穿了。而今天如果是小阳线的话，可能有3阳小顶的可能。所以亚马逊走到这里相对来讲，如果有所获利呢，要短线上要有所注意了。这里只要不出现红灯整体倒还行，右侧的风险就还没有。低点的支撑是227.475，而高点压力是231.515，关注这2个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SMCI 呢，在出现上涨3阳小顶之后，是不是跌破而后产生风险调整？目前在往飘带上靠。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中短波向上，趋势是多头，那么往飘带走，那么就找买点就行了。所以当前的 SMCI， 我们关注是否在飘带附近有买点出现。这个飘带的上沿是50.41，所以这是一个临近的支撑位附近。在这里如果产生绿灯，或者说反包，或者说任何启动信号，都是机会。当然，如果是直接下跌破位，就要继续去观察、去关注。我们看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50.16，高点压力是52.74，关注这2个数值。最后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呢和 SMCI 也有点类似，它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调整信号，绿灯转红灯嘛，然后往下目前在延续调整，没有出现我们的一个绿灯，在调到飘带上时，我们再去找机会，目前离飘带还有点距离，它在飘带附近出现绿灯会更好，在这里如果出现仿包也能够看涨，因为它离飘带不算很远，整体趋势也是多头，你最多看它走一个回调罢了。而我们看到今天的值低点236.965，高点的压力是240点。今天如果继续收一根下跌阴线，其实底下很容易就出现下穿了。这里一下穿遇到飘带支撑，是不是跟 MSTR 有点相似？所以这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点。今天如果继续下跌有一个低点变盘的一个现象可以预知到。以上就是7月2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